坐在咖啡馆的窗边，看着不同肤色的人们从眼前走过，听着耳边各种不同的语言，我忽然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这里。这也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这座城市最独特的一面——多元文化。北约克，这里没有市中心那么热闹，生活却很方便。走在街上，除了英语，还能听到中文、韩语、日语、印地语、阿拉伯语，有时会恍惚一下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你好，我是 Easy Fish。这一周多伦多更加热闹了，世界杯16强比赛、加拿大国庆还有 Pride 游行都赶在了同一个星期。北约克购物中心，我经常来健身和采购食材。走进小意大利，这里是另外一种气质。空气里弥漫着咖啡豆和酒馆的慵懒。街边坐着休息的人，红色电车慢慢驶过。如果不是经常出现的英文招牌，我甚至会觉得自己来到了欧洲。我第一次乘坐地铁2号线，红色的车门，干净的座椅，偶尔驶过的风景，都让我觉得很舒服。小印度，街上偶尔看到穿印度服饰的女性背影。这里的街头有些出乎意料的冷清。印度传统服饰店倒是一家挨着一家，橱窗里的纱丽闪闪发光。偶尔也能闻到咖喱香味。很多人会专程来到这里，只为了挑选一件婚礼或者节日要穿的衣服。我坐上公交车，他带我去下一个地方。走在丹佛斯大街上，我感受到了一种硬生生的文化拼接。埃塞俄比亚餐厅、也门传统料理、日料店，这家餐厅还有点混血，叫印度客家华裔料理。走着走着，眼前忽然出现一座清真寺。想到刚才经过的中东餐厅，好像也不觉得意外了。刚走过埃塞俄比亚超市，旁边又是一家巴塞罗那商店。直到看见这个蓝白路标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已经到了希腊城。
蓝白色的希腊旗还在街头飘着。只是餐厅不仅仅是希腊菜了，来自东非、亚洲、中东的人慢慢把自己的味道带到了这里。离开希腊城，我进入最熟悉的区域，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，招牌一层叠着一层，一路都是繁体中文，时不时飘过的几句粤语，忽然有点像走在香港旺角。住在国外久了，这样的地方总会让人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。转过街角，我发现这里和记忆中的唐人街不太一样，除了餐馆，街边还有很多卖小商品的商店，总有人停下来慢慢翻找。今天的晚餐有点特别，为此我准备了好多食材。先来处理排骨，喷了点橄榄油，这样腌料能够更好地包裹住肉。腌料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完全随个人喜好。我用了红椒粉、大蒜粉、姜黄粉、牛至、黑胡椒和一点盐。最后裹了一点山胡桃烧烤酱和地蓉芥末酱，腌制时间最短30分钟。肯辛顿市场，它好像没有一种固定的样子。维多利亚彩色房子、古着二手服饰店、香料店，还有随处可见的涂鸦，都在提醒着我，这里的人更愿意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。我很喜欢这家二手店，每次进门先看地上堆的瓷器。有一次5元钱淘到了这个小公鸡。故地重游，我发现涂鸦又换了。冬天来的时候，这面墙还是这个样子。这里总在变化，但街角40年果蔬店的送货车又依然大喇喇地处在狭窄的街上。每次看到这个硬核装置艺术，我内心就会欣慰一笑。每次逛进这家古着店，我都会跟收银台上的安迪沃霍尔打个招呼。这位华裔店老板坐在门口，他愿意和停下来的人聊几句。店里摆满了吉他和杂物。今天的湖边比平时更热闹了。皇后港口，人们来来往往。2个私家邮轮主打招呼交谈，就像邻居见面一样。红色小售票亭前，不时有人准备坐船去湖心岛。Canada Soccer House 这边有球迷随着音乐扭动着走进官方活动区，
我本来也想去湖心岛，不过坐在这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好像已经很满足了。不远处，罗杰斯中心刚刚结束一场棒球比赛，街上一片蓝。后来才知道，两个队的球衣都是蓝色。火车车厢旁边，一个爸爸陪两个孩子练球。世界杯那边热热闹闹，这里像另外一个下午。我也站在那里看了许久。多伦多今天罕见的35度高温，但人们的生活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约克维尔社区，有人在树荫下听音乐，有人牵着小狗慢慢走过，小朋友爬上大石头，把它当成了游乐场，也有人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坐着发呆。我也坐了下来，点了一杯茶和一块柠檬派。今天来逛奢侈品店的人不多，街上有些冷清。紧挨着奢侈品街的是皇家安大略美术馆，进进出出的人一直没停，门口拍照的人一波接着一波。继续往前走，远远的可以看到电视塔。我周围这一片绿色树林和藏在里边的哥特式建筑，就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区了。正是暑假，校园安静了下来，偶尔有人从树荫下走过。我在皇后公园找了张树荫下的长椅坐了下来。天气很热，这里却很凉爽，树荫下吹着风，一坐下来就不想走了。安静也是多伦多的一面，可是昨天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央街上站满了人，一年一度的 Pride 游行马上开始了。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属于少数群体的活动，来到现场才发现，更多的是一家人、朋友、社区组织，还有医院、学校、企业和公益机构。一支支队伍从眼前经过，每个人都笑着、挥手、跳舞、发宣传单、合影。在另一条街上，商业活动同步进行，街上的人们和游行队伍一样有看点。在这个热闹的节日里，每个人都可以自在地做自己。
热闹总会结束，人群散去后，留下的是另一群人的工作。垃圾被吹到一起，栏杆一段段收走。没过多久，这条街又恢复了平时的样子。我又回到了我的生活里，之前买的食材开始一一发挥作用。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，我想做个丰富一点的节日晚餐。排骨回锅，蘸上酱汁就可以了。最近一用烤箱，报警器就叫，我只好用这样的方法。布丁、肉汁奶酪薯条，在加拿大看球怎么能少得了它呢？以前总是街头买来吃，今天我尝试自己做。炒面糊事故频出，先融化奶油，加面粉炒，面多了加黄油，黄油多了又加面，面又多了再加黄油，还触发了报警器，搞得我手忙脚乱。冰箱里拿出冷藏的专用奶酪，尝了一下，薯饼的脆，奶酪的冰，肉汁的浓郁，实话说比外面买的好吃。
今天的多伦多很热闹，今天的晚餐也一样，肉汁奶酪蘸酱、焗排骨、恶魔蛋，再加一点水果。这样的晚餐是不是有点节日气氛呢？吃过晚饭，北约克的热闹才刚刚开始。中心广场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。行车道也封闭了，孩子们在广场里玩耍，有人吃美食，有人看表演，有人躺在草地上，大家都在等待夜里的焰火。